在上一次节目里呢，我们找到了末地要塞，并且趁莫影龙不注意的时候，我们做了一个 TNT 复制机，最后很轻松的将它给炸死了。有小朋友告诉我说，你这样打龙没法获得成就啊。不过我从一开始也没有管有没有什么成就，算了，无所谓了。我们今天主要还得来研究这个东西，这根棒子那可是力量非常强大的，只用轻轻往外一顶，看到没？方块它就掉下来了。只要是活塞能够推动的方块，它都可以把它顶下来。我想用铁杆造的第一个机器呢，就是造石机，因为我把我家里面的箱子都给翻了个遍，好像是已经没有库存的原石了。原石呢，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材料，合成活塞还有侦测器都少不了它。那么铁杆的制作方法呢，是一个末地竹加上2个铁锭，我们就可以合成出来了。我打算把造石机做在这个地方，漏斗收集的部分呢，我们已经讲过很多遍了，待会儿要在这个漏斗上面放上铁栅栏。这边的楼梯呢，是要弄成含水方块，岩浆碰到这个含水方块，它也是可以形成原石的。做错了，这个冰道我们要再往下面做一层，因为冰的上面我们要泼水，原石呢是在水面上面形成的，然后我们在尽头这里泼上水，然后再来做一个告示牌，把它贴在转弯的这个地方。接下来第2桶水放在这里，还是挺简单的。我记得以前的版本呢，岩浆像这样泼是可以形成5个原石的，但是现在只有3个，那我们就得多泼几桶岩浆。这上面的循环电路我已经把它给做好了，用的是比较器的循环脉冲，水和岩浆呢形成原石需要15T 的时间。我们这里是用到了一个T触发，也就是这里伸出的活塞，它可以使一个长脉冲变成一个短脉冲。这左边接的是一个2档的中继器，短脉冲呢经过了这个2档的中继器，它就变成一个2T 的脉冲。那么2T 的脉冲就正好可以让铁杆推出去，并且能够拉回来。然后讲一下这里的循环脉冲为什么是15T 呢？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中继器加起来一共有10T 的延迟，然后中继器最大档位是4档，所以这个脉冲长度也就是4T，然后再加上比较器的1T 的响应时间，这所有的数值加起来也就是15T 的时间。好，我们继续再往后面做，刚刚刷了一点原石，又做了几个活塞。掉下来的原石基本上都可以被水冲到箱子里面去，但是也有会掉到外面去的，原因是在水流末端的石头它没法将速度加到最大，所以等会儿还得想想怎么改一下。有没有搞错？我还得来下面挖一点红石。我在旁边做了一个很小的用来刷骨粉的装置，我等一下想去做一个树场。看来这个产量还是少了点，树场吃骨粉它的量还是很大的。在村民繁殖机旁边呢，这里有一个光杆，这最上面的泥土就是树场用来种树苗用的。我这里准备了很多材料，这个仙人绿块呢是剑机里面烧出来的仙掌泥合成的，所以它多的用不完。好，那我们废话不多说，来建造树场吧。这个树场呢，如果你稍微懂一点红石的话，其实根本就不难。这个树场呢是一个5×3大小的树场，依旧是依靠比较器检测来判定树木的生长。好，我们把上面的方块搭一下。这上面的方块不一定非要是土方块，白花木和橡木可以种在这个树场，但是云杉木是不行的，因为这边推原木的是用的铁杆，它会影响云杉木的生长。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，一旦当树木生长了以后，这里的比较器就会往后面发出信号，从这条线路后面呢，就直接接到了3面的活塞墙。第一条呢，就是接到了有铁杆的这面活塞墙，这一边呢需要用到2次递归，因为它要推2个活塞。我们先来切 F5 看一下，它不光要推2次，还得拉2次，要把推出去的铁杆把它拉回来。这是怎么做到的呢？我们先回到树场的里面，这边的活塞要让它推出去2格，就得依靠左右两边的侦测器了，而且左右两边的活塞墙它们是相差1T 的时间推出的，所以就可以让中间的活塞得到一个2T 的脉冲，那么铁杆就可以推出去，并且能够拉回来。好，那我们可以来看看效果，很完美，对不对？我们刚刚不是说两边的活塞墙之间是有1T 的延迟，对不对？我们可以来看看这边的电路，这一边是一个中继器直接接上去的，而另一边呢是从漏斗的下面钻过去的，而且这里还有一个中继器，所以就把它们2个的先后顺序给错开了。然后剩下的事情呢，就是把它们的结构往上面复制，继续往上面做高一点。好，那我们一会儿做完再继续讲。树场呢，我已经把它给做完了，它的开关就在这里。
开关的后面呢是接了一个嘴对嘴的侦测器高频，然后后面呢就直接接到了2个发射器上面，一个发射器是用来发射骨粉的，另一个发射器呢是用来种树苗的，这样它就实现了完全的自动化，我们不用手动来种树苗。然后这边的漏斗呢是给它补充树苗的，我们再爬到树场里面去，因为我现在做好了，并没有测试一下树场的功能。我们先来放一个方块来看看。好，应该没有坏啊。我们再来看看这里的漏斗，从这中间直接接出来了一条漏斗，然后接到了这个箱子上面。这个箱子呢，当然就是最终的产物。但是在进箱子之前呢，这下面有个分类的装置，它的作用是用来过滤掉树苗的，然后将树苗补充到上面的发射器里面，就实现了一个自我循环的功能。树苗回收率呢，我之前也是在创造里面测试过了，是没有问题的。好，我们来打开来试一下。哇，这一上来怎么就长成了参天大树？我忘了给它限高了。这种大树啊，它是会把树场给顶坏的。你看这边的方块，它都已经被顶歪了。限高的地方呢，就在中间的第8格，大概吧，我也不太记得了。最上面我们还是用玻璃把它挡一下，可以阻止一部分的树苗飞到外面去。来，开机。这边箱子呢，我们可以打开来看一下。好，已经有木头了。树场下面的漏斗呢，它有的时候会堵塞，毕竟所有的掉落物它最后全都汇聚到一个漏斗上面，就会造成它一段时间不种树苗。当然这也不是什么大问题，只用稍等片刻，它就会恢复种植树苗。好的，本期节目就给大家录制到这里了。如果你们喜欢我这个系列的话，别忘了给我的视频点赞3连。只要你们对我的支持越多，那我就会更新的越快。还有，如果对这个模组有更好的想法的话，记得给我留言，每个评论我都会去看的。好的，那么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